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解放军新一轮的对台军演时间虽短，但是特色很明显，针对性更强。这期话题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前不久呢，解放军在台海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同以往的演习相比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点是，海上、空中或导弹力量的打击区域覆盖全岛。无论是在台湾海峡，还是在台湾以东洋面，无论是宫古海峡还是巴士海峡，都有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在行动。根据大陆官方媒体发布的现场的图片、自媒体播发的视频，以及西方商业卫星公司提供的一些图像，不少军事自媒体通过综合分析这些数据和信息，发现解放军演习区域的设置不仅仅是为了震慑岛内的台独势力，同时也在演练对台湾进行海空封锁。封锁的目标既是阻止美国和日本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也是防止台独分子的出逃海外。最近几年呢，随着解放军的海空力量的大幅度的增强，美国在悄悄地改变对台独支持的内容，越来越从实质性的动作转向口头承诺和政治宣传。在军售方面呢，美国希望台湾不要再购买战斗机、主战坦克这样的大型武器装备系统，而是要购买一些火箭筒、反坦克导弹、地雷这样的轻武器装备，希望台军呢和解放军打巷战死拼。岛内外有不少人呢都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决心和信心直接军事干涉台海战事，阻止中国统一了。因此呢，台独的头面人物的结局也是可以预见的，他们通通都将被绳之以法，被大陆列入制裁清单的那些台独核心人物恐怕是一个都跑不掉。台湾岛孤悬海上，暂时想要逃离台湾，无非是通过空中、海面和海下三种方式。一般来说呢，从海面上乘船逃跑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海上航行速度比较慢，目标呢也容易暴露，便于拦截。乘坐潜艇出逃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台湾海军自己的2艘常规潜艇能力有限，蔡英文恐怕不敢乘坐所以要防止的是美国和日本派潜艇的接应。乘飞机出逃的速度是最快的，只要能够飞得起来，到了空中呢就不太好拦截。但是暂时乘坐大型客机出逃，成功率恐怕也不高。对解放军来说，只要我们把航母战斗群摆在台湾以东洋面，与大陆的作战力量相结合，控制台岛北面的宫古海峡海面及其空域，防止台独分子逃往冲绳，控制台岛南边的巴士海峡的海面及其空域呢，可以防止台独分子逃往菲律宾。那这样的话，台独分子就插翅难飞。从这一次解放军演习出动兵力和行动组织情况看呢，首先是对台湾周边的海域进行了反潜作战，这是警告美日暂时别想派潜艇过来。其次是山东号航母作战群在台岛东部洋面列阵，高强度的起飞舰载机进行空战拦截的演练。三是出动力量严密监控2个海峡，这些演练内容的目的十分明确。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在完成了主要演习科目之后大陆的空管部门宣布在台湾以北洋面实施6个小时的空中交通管制，这是为火箭发射服务。这个通知呢，引发台湾当局的恐慌，把这一项举措形容为在台湾北部建立禁飞区。我们可以预测随着美台谋独行动的进一步的推进，解放军管制的空域和海域的范围一定是越来越大，时间呢也会越来越长，直至对台岛全境以及周边进行全时程的封控，那就是真正的海空封锁和战场遮断了。一旦解放军宣布建立台岛禁飞禁航区，台独分子们的下场就只有一个，先到大陆的法庭里接受审判，然后呢到中国大西北的沙漠里去种树。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